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候？事情没如愿，你第一个怪的人是自己。是不是又不够努力？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根本就没资格拥有？这些声音在你脑中来回穿梭，在你还没处理外面的事之前，你就已经先被自己打败了。你以为那叫负责，叫清醒，但其实那只是批判，一种把自己锁进狭窄世界的批判。你越这样对自己，世界就越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回更多怀疑、匮乏与停滞。你不是没能力，你是被自己关住了，关在一个只有还不够好的空间里，关在一种我要再更努力一点才值得的回圈里。但宇宙不是这样看你的，它从来没有说你哪里不够，它只是等你相信，你现在这样就可以开始。奇迹不是降临在最完美的你身上，而是降临在最愿意接纳自己的你手里。当你停止批判，你就在松开那扇紧闭的门，你开始创造空间，让不同的可能性进来，让原本你看不到的路浮现，让原本你不敢想的梦靠近。奇迹不是被安排给最好的人，是流向最开放的心。而你愿意停止批判，就是一种最深的开放。请你想一想，当你心里在说我怎么又搞砸了，你是关起了门，还是打开了门？你是让自己有选择，还是让自己没空气？批判不是成长，它是恐惧的外衣，它让你以为要更好才配被爱，它让你觉得不够完美就该被惩罚。但你的灵魂不是来这里受惩罚的，你来是为了经验爱的。而爱的起点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先对自己温柔，不是放纵，不是合理化，而是诚实面对每一个当下的你。累了就休息，难过就哭，没准备好就说我需要一点时间。这些都是一种力量，不是脆弱。你越这样对待自己，越是接通宇宙的频率，因为宇宙只听得懂一种语言，你怎么对自己，它就怎么对你。你说我怎么又这么差，它就收下这个讯号，说原来你想继续卡住，那我尊重你。你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愿意相信下一步会更好，它就立刻回应你，把祝福推向你。不是你要变得多好才值得，是你相信现在的我就值得，祝福才有办法靠近。批判是一种封锁，允许是一种流动。当你愿意对自己少一点指责，多一点理解，你就会开始松开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事情慢慢动起来了，人际开始有空间了，你对自己的感觉也开始变了。那不是魔法，是你不再挡住奇迹的入口。请你告诉自己，我不需要完美才能前进，我不需要惩罚自己才能变好，我只需要对自己说，我已经很好了，而我还会更好。你会发现，这样的信念会为你打开新的门，门后是你从没看过的自己，是一个愿意给自己呼吸空间的你，是一个对世界说，我愿意被祝福了的你。当你这样说，宇宙立刻回应，奇迹一直都在，
只是你过去太忙着责怪自己，没空去接收。现在你可以了，你开始温柔地看待自己，你开始放下那把旧尺，你开始允许一切不那么完美。这些都是敞开的能量，这些就是奇迹的通道。当你停止批判自己，奇迹就有路进来，而你早就准备好了接住它。等我更稳定一点，等我更好一点，等我改掉这些毛病，我才可以开始要。你说的不是任性，不是贪婪，你说的只是想要被允许。可是你把这份允许建立在一个条件上，我要先变得更好，我才配的。这就是丰盛停滞的原因。宇宙从来没有要求你完美，那是人间的信念，不是灵魂的真相。你来到这里，不是为了变成某个模样才值得爱，你来是为了体验爱本身。可是你太习惯努力了，太习惯把值得跟表现绑在一起，太习惯以为有缺陷的人不会被选择，于是你就开始推迟，推迟喜欢，推迟拥有，推迟表达，推迟说我想要更好的人生。但你的灵魂一直都知道，你本来就值得，不是因为你没有瑕疵，而是因为你真实。而真实是宇宙最认得的语言。你越是努力伪装，越是试图用完美去换取肯定，你就越是远离丰盛的入口。不是它不来，而是你不相信自己能够接住它。可是宇宙不这样看你，它看见你所有的挣扎，所有的练习，所有的矛盾。他说，我从没离开，我一直在等你对自己点头。点头的意思不是说你完美了，而是你终于不再用条件限制爱的流动。你愿意说，我现在这样也值得。那一刻，能量就转了，因为你允许了，允许自己享受，允许自己被看见，允许自己先接收再修正，允许自己边走边学，边错边爱。你不需要证明什么，宇宙要给你的祝福，不是要你通过测验，它只是希望你敞开手心，说我愿意了。然后它会像洪水一样涌进来，不是因为你变成谁，是因为你回到自己。你会发现，你身边其实一直有机会，只是你太忙着评价自己，看不见他们。你会发现，你本来就有吸引力，只是你总觉得自己还不够，把自己的光盖住了。你不需要再等待，不需要等到你没有情绪，不需要等到你完全稳定。你现在这样就可以开始拥有，因为丰盛不会挑剔你，它只认你是不是真心愿意接受它。请你告诉自己，我不再推迟，我不再靠表现换爱，我不再让自我批判站在门口。我愿意现在就说，我值得，这样的我就值得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这样说，能量就开始松了，心也开始打开了，光也开始照进来了。你越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不完美，你越是拥抱整体的自己，你就越接近真正的丰盛。那是一种自由的流动，不是交换，不是挣扎，是一种自然的对齐。因为你终于知道，你根本不需要完美，
就已经值得一切丰盛。突然失去了方向，不确定该怎么走，怎么选，怎么活。你不是没努力，不是不认真，只是心里那个声音忽然变得模糊了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怀疑过去的决定，怀疑人生是不是又走偏了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永远都找不到答案。这些疑惑来得无声无息，却重得像压在心上的石头。你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你试着分心，假装没事，但那股空白感还是会在深夜悄悄浮现。你以为那是脆弱，是退步，但它不是，它是你的灵魂，正在提醒你，有些地方该被好好看见了。疑惑不是敌人，它是伤的外壳。每一道疑惑背后，都藏着一个未被拥抱的伤口。那些你曾经压下的恐惧，未说出口的渴望，以及你努力忘掉的痛，在疑惑中一一浮现，不是为了让你崩溃，而是为了让你终于愿意靠近他们。靠近他们，不是为了解释，也不是为了证明你有错，只是为了爱。爱是你能给自己的唯一解药，不是答案，不是分析，是那份无条件的陪自己走一段路的温柔。你不需要马上厘清所有事情，你只需要说一句：我在这里，我愿意陪你一起走这段疑惑。这句话就是力量，它不是轰轰烈烈的转变，它是静静地、温柔的，让你的心重新松开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急着找到答案，答案就会自己来找你，因为你不再逃避，你开始敞开。敞开就是你为伤开了一扇门，那是一扇爱的门。爱不会立刻修复一切，但它会慢慢让你感觉不再孤单。当你愿意抱着疑惑，不再急着改变自己，你会开始理解，原来这不是问题，是我正在疗愈的过程。你的疑惑是灵魂的更新，它把你推向一个你从未经历过的自己，一个更真实、更敏感、更完整的你。不要害怕疑惑，那是你正在穿越的暗河，河的另一端是更清澈的你。而这段旅程不需要你完美，只需要你诚实。诚实说，我现在不知道。诚实说，我有点怕。诚实说，我愿意慢慢走，但我不再逼自己快点好起来。你的心听得见，你的灵魂听得见，宇宙也听得见。当你这样与自己相处，能量就会开始转动，生命会开始松开，祝福会开始靠近。你不需要解释一切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在混沌中存在。爱不是来帮你解决，爱是来陪你经历。当你肯给自己这样的空间，你也会开始给别人更多理解与温柔。你会变得不那么急，不那么紧，不那么急着要一切都有答案。你知道，爱本身就是最深的答案，而你已经开始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你正在为那份疑惑敞开一个爱的入口。你说，我愿意陪自己走过这段，那就是疗愈，那就是转化。疑惑是伤，但你已经不再害怕它，因为你正在爱它，正在用最温柔的方式
把自己从怀疑中慢慢抱回来。你明明很努力，明明很有才华，也曾经做出过很多成果，但你却还是常常怀疑，不是能力，而是自己是否真的配的，配得被看见，配得被爱，配得被选择，配得站在那个位置上，说我值得。你总觉得，如果再更好一点，再稳定一些，如果有更多证明，也许才可以。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只是你不敢承认，你不敢说自己够好，怕被说骄傲，怕被指责自我感觉太良好，怕一旦放松就会失去一切。所以你逼自己在努力，在压低期待，在缩小声音，但你内心越来越疲倦，越来越感觉不到喜悦。你不是没能力，你只是忘了自己早就值得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要谦虚，要努力，要乖一点，但很少有人教我们怎么好好相信自己。不是相信自己有用，而是相信自己有价值。当你不相信自己值得，你就会在每一个成功里缩小自己，在每一份关系里不敢伸手，在每一个渴望前退后一步，说我真的可以吗？那不是因为你不行，是你还在等待谁来批准你。可惜的是，你越这样等，外界就越容易反映出不配的剧本。你吸引到不对等的关系，遇见总是评价你的人，面对再多机会也总怕自己搞砸。不是因为你真的搞砸，而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值得成功。但你已经到了该转念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够努力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开始看见，你一直都有选择权，选择不再靠外界定义价值，选择不再等他人来证明你，选择对自己说一句，我本来就值得。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立刻转变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把别人的评价看得那么重，你不再花那么多力气解释自己，你开始安静地知道，我不需要完美，我已经够了。不是骄傲，而是稳定，是来自你内心的笃定，知道自己不再需要委曲求全，才能留住什么。你会吸引到新的状态，新的合作，新的关系，不是因为你变了，而是你不再缩小自己。宇宙没有忽略你，它只是在等你把头抬起来，看见自己的光。那份光，不是你努力赚来的，是你灵魂原本就带来的。你怀疑的不是能力，是你能不能无条件的被爱、被肯定、被选择。但真正的爱与丰盛，本来就不是条件交换。你不需要变得更好，才能够配的。你只要回来，相信自己本来就值得。从今天开始，请你温柔地告诉自己，我不再用否定来保护我，我愿意打开接收，我愿意承认自己的价值，我值得，现在就值得。你越说这样的话，你的频率就越稳定，世界也会越快回应你新的状态。爱不会再绕远路，钱也不会再卡关，人际也会慢慢对齐你的真实，因为你开始对宇宙发出清晰的讯号，我准备好接住我值得的一切了。那就是奇迹的开始。
从一个简单的认可，从一句发自内心的相信。你怀疑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值得。但现在，你可以选择重新相信。当你愿意相信自己，祝福就不再迟到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像什么都努力了，却总是慢一步，差一点。机会来了又走，爱靠近了又散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不够好？是不是命运对你不公平？是不是祝福就是不属于你？但其实不是，祝福没有缺席，它只是还找不到门进来。因为那道门的钥匙在你手上，不是外面的条件，不是他人的肯定，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够好，相信自己值得，相信自己不需要先完美，就可以接收爱与丰盛。祝福不是被你拒绝，是你还不敢打开。你说你想要，却在内心深处问自己：我真的可以吗？这句话就像一道能量的墙，再美好的礼物也会卡在外面。等你回头点头说：我愿意相信，我值得。相信自己，不是自大，而是一种温柔的对齐，对齐你内在的光，对齐你灵魂的路，对齐那个你一直以来渴望成为的自己。你越相信，就越容易看见。看见爱在哪里，看见支持在哪里，看见机会早就在你身边，只是你过去太忙着怀疑，所以看不清他们的样子。你以为祝福迟到了，但它其实早就来了，只是在你内心门外轻轻等着，等你说我可以了，等你不再推开，不再觉得还要再努力一点，不再觉得还不够资格。真正的开始，不是从世界承认你那刻开始，而是从你自己承认自己的那一刻开始。你说我愿意相信，即使还有害怕，还不确定，我依然选择前进。那一刻，宇宙的频率就立刻对齐你，你会突然发现，事情开始有了流动，人开始对你温柔，生活开始给你惊喜。不是因为它变了，而是你变了。你从一个等着被肯定的人，变成一个主动发光的人。光在哪里，祝福就往哪里去。而你相信自己的样子，就是光本身。请不要再等全部都准备好，才开始相信，因为人生永远不会让你完全准备好，他只会问你：你现在愿意相信你可以吗？如果你说可以，他就会把路铺开。祝福的速度是根据你信任自己的程度而来的，你越相信，他就越靠近；你越怀疑，他就越停在门外，静静的等，从不催促，但也不会擅自闯入，因为宇宙尊重你的选择。请你练习对自己说：我相信自己有能力，有价值，有资格活得幸福。这句话不是魔法，但它会改变你的磁场。你的能量一变，世界的态度就会跟着转。不是祝福曾经迟到，是你曾经不敢接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你开始愿意相信了，你开始敢让爱靠近，敢让钱进来，敢让好事发生在你身上。这就是你的转捩点，
当你相信自己，祝福就不再迟到，因为他等这句话，等了你很久很久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